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志豪议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钟佩君议员、陈伟杰议员。好，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说呢，川普曾经打电话跟泽连斯基，还有问他们这次在欧洲也见了面。如果我给你远程武器，敢不敢打莫斯科？泽连斯基说当然可以了，你给我武器我可以打哦。当然，你有武器，当然就可以打嘛啊。那只是你给我多少武器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否认，说呢，现在传出来说美国要给乌克兰长程飞弹去打莫斯科，川普不承认啊。这种东西呢，表面不能承认，私下做是一回事了哈。那另外呢，川普说他对普丁是失望的，他有4次都以为能够达成协议了，结果呢没有哦。那另外呢，路透社说，普丁对川普的警告毫不动摇，打算继续在乌克兰作战哦。那因为呢，川普说我要威胁你哦，你说不赶快这个和谈50天哦，我就要加你100%的关税，同时还要加次级关税，就跟你买油的中国、印度啊等等，这个我都要再加你关税啊。所以你看你怎么办啊？所以北约秘书长吕特是蛮听川普的话的哈。那吕特就说呢，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小心啊，赶快打电话给普丁啊，因为呢，到时候你们都会受到影响。巴西啊，这个中国、印度、巴西啊，你们都会受到影响啊。那另外呢，这个克里姆林宫冷冷的回这个川普说，你川普这叫做戏剧性的威胁啊，而且呢，你们会被这样去援助这个乌克兰。会为了延长战争啊，发出这样的讯号啊！你不是要赶快结束战争吗？你不是你当了美国总统24小时，这个俄乌战争就结束了吗？啊，那普丁啊，因为50天，俄罗斯昨天的股票还涨，不但没跌还涨，为什么？50天很长啊，50天可以做很多事啊。现在已经7月中了，50天就到了9月了，开始冷了。那个时候军队本来冬天就很难打的啦，你不要忘掉。这个当时纳粹打到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冰天雪地，德国已经很能够耐冷了，都受不了了哦，然后很惨哦，所以呢，俄罗斯光靠它这个天气，冬天的严寒，你就知道多么厉害。在俄罗斯莫斯科，你问他今天几度，他告诉你今天是零上10度，因为什么？经常是零下10度。我们看一下。乌军无人机从天而降，高速撞击地面建筑。俄罗斯西南部城市沃罗涅日传来爆炸巨响，大楼烈焰冲天，窜起浓浓黑烟。俄罗斯官员声称，一夜击落55架乌军无人机，地点包括俄罗斯5个区域及黑海上空。When do you think the first Patriot missiles, some of these weapons that our allies will buy? They're already being shipped. 面对俄罗斯的空中威胁，乌克兰也收到好消息。川普证实爱国者飞弹已经出货，但《金融时报》独家爆料，川普还曾私底下向泽伦斯基确认，这批飞弹会用来攻击俄国首都莫斯科。This is what the FT says. Volodymyr, can you hit Moscow? Can you hit St. Petersburg too? Zelensky then responded, absolutely, we can if you give us the weapons. 白宫证实，美乌双方的确通过话，没想到隔天，川普面对媒体询问，立刻改口。Should Zelensky target Moscow or deeper into Russia? No, he shouldn't target Moscow. 川普态度180度大转变，但俄罗斯官媒一口咬定，川普提供军援就是要帮乌克兰打击莫斯科，扬言报复美国，甚至不排除发动核战。If you are the president of China, or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or the president of Brazil, and you are still trading with the Russians, I will slam secondary sanctions on you of 100%. 川普关税施压俄罗斯听话谈判，北约秘书长吕特直接点名中国大陆、印度和巴西可能首当其冲，刺激制裁威胁。关税战没有赢家，胁迫施压也解决不了问题。川普给俄罗斯50天期限，制裁步步紧逼，就看谁先低头。
基本上面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一个罗生门了哦。到底川普是不是有鼓励泽伦斯基去深入打击俄罗斯啊？大家不断的在做一些评论。那今天白宫有特别出来讲，这个《金融时报》为了点阅率，所以永远都是来做这种非常是错误的一个讯息哦。但是这个东西也还是其来有自。不过就常理来推断啊。不觉得川普会资助这个泽伦斯基去攻打这个俄罗斯啊，特别是他们的首都，因为它这不符合美国的一个效益啊。过去你要知道，拜登全部就是直接军援这个泽伦斯基，可是他这一次呢是卖这个所谓的反飞弹系统给北约，然后再由北约来资助这个泽伦斯基，所以你知道大家都在笑他说，连这一块这个川普都还要再赚一手，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生意人。那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川普不太会去对俄罗斯作战？所以他对普丁是非常的不满，而且也限令他说在50天之内必须要来做一个停火的协定，否则要做这个100%的这个关税的课征哦。不过大家也开始在思考一下，做这部分，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普丁来做翻脸的话，第一个，美国必须要面对他们国内的一个能源的短缺上面的一个所谓的通膨，而且呢，你看看过去来说，美俄之间的贸易额只有数十亿元，所以对普丁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呢，美国在2024年的时候还特别从俄罗斯进口了很多很重要的像是铀啊，或是钢铁等等。如果你再做一个制裁的话，那到底谁会受伤比较多？目前为止大家还不知道。那最重要是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一个，真的是因为你去资助那个泽伦斯基，而让这个彼此之间的俄罗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觉得大家认为这个制裁的效果不太大，而且你更容易让俄罗斯的境内因为这一股的势力，让他可以同着来做一个反对的一个力量。所以大家就说了，以川普这种非常好辩的这样个性啊，应该还是会 tackle， 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但这一次来说的话，大概只是一个非常性的警告性的，然后呢，因为他觉得他一上任，认为马上就会停火，然后普丁一下都不愿意妥协，所以他才做这种杀手锏。但是呢，以他们彼此间的关系，还有美国跟俄罗斯，美国需要俄罗斯更多的这个能源的问题来说的话，应该目前为止是喊一喊，然后呢，最后结果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弹性的空间出现。我看起来因为还有50天嘛，所以俄罗斯一定会在冬季之前加强攻势。能打多少算多少。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的油不可以卖给中国跟印度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中国印度也非要用油不可啊，就可能到其他地方去买油，那这时候油价就会上涨。那美国人是最需要油的，美国你看那个它没有什么高速铁路啊，什么没这个东西的而且很多都市里也没有地下铁，都是开车啊，那个油用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油价一涨哇，这个美国的这个物价通货膨胀就要上涨，那这个是川普也必须要面对的啊。来金，这个战局除非美国呢是派兵投入这个战场，否则的话呢，它不会改变的就是最终来讲就要看哪一边能够撑到最后。看起来其实乌克兰的韧性呢是有其上限的。川普这次翻脸呢，纯粹就是因为呢，他本来觉得他可以搞定普丁，搞定这个习近平，没想到呢，普丁呢竟然搞不定。那普丁搞不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泽伦斯基发动的这个蛛网行动攻击这个俄罗斯的这些机场，然后就毁了他的还去摧毁他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给普丁呢羞辱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之后呢，普丁当然就不谈了嘛，他一定要扳回这样子的颜面嘛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普丁呢就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攻势。到目前为止普丁的俄罗斯的这个进攻呢，他们已经有效的占领了乌克兰将近1/5的土地然后呢，这个乌克兰它有几个这个区域呢，已经在它的有效控制之中然后呢，普丁那边呢，他们也是放话了啦就是他们很重视跟川普之间的关系，因为也知道川普这个人呢，常常都会变但是呢，俄罗斯的利益呢高过他们跟这个川普的关系，所以说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他们认为是你泽伦斯基呢，还有跟这个美国这个俄罗斯跟美国的谈，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面对俄罗斯方面的需求。第一个，你北约不能够东扩乌克兰呢不能够加入北约，乌克兰呢要保持中立而且呢，你必须要承认就是这些
北约国家啦啊，这些西方国家啊，你必须要承认，现在呢，他有效占领的哈，不管是克里米亚啊，或者是他现在将进攻的这几个区域啊，他要变成是俄罗斯的，那这样子就很难了哈。就是说，对于北约哈，或者是对北约来讲，其实川普本来根本不在意。川普本来只要签了这个矿产协议之后呢，大家就停火，他捞了这个资源，他就要把俄罗斯重新回到国际经济体系和跟这个美国的正常交往的之中了哈。他完全只是在这种的档口之下呢，普丁不肯停，然后他觉得面子挂不住，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哈。然后讲到这个经济制裁的部分哈。俄罗斯呢，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以来，他已经被制裁到无可制裁的地步啦啊，但是他却依然还有2兆美元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收入。他去年的经济成长是4.3哎，今年呢是会衰退一点啦，2.5，可是还是比很多国家很好啊。而且呢，他在这段时间以来，他的军工产业，他制造这个炮弹的他们所的产值，它是可以弥补它这些方面的损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普丁那边也发下豪语啊，是啊，这个石油呢，我可能没有办法呢卖给这个印度或是卖给中国了。如果你们忌惮美国的2级制裁的话，我可以卖到其他的国家嘛哈。所以重点就在于是说，当你川普呢，其实你没有真心的诚意啊。要去介入这场战争，然后呢，要跟这个俄罗斯之间呢引爆这个第3次世界大战的话，就普丁来讲，他有足够的资源跟你耗的哈。我们看到呢，前几天的时候，当这个俄罗斯呢加大对于基辅的空袭哈，基辅的这个民众呢，他们现在呢已经是出现动摇了哈。哎，打了3年嘞，战场都在乌克兰哎，然后呢，基辅的民众呢，现在呢是不时的要遭受到无人机，好，然后什么飞弹的这样子攻击的威胁，所以他们现在呢，对于这个战争在持续下去的时候，到底整个国家的心理防卫的能力有多强？现在呢，就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50天很长哎，这个50天呢，如果说呢没有办法取得一个谈判的终结的话。这场战争非常难熬。如果你问我说，川普有没有私下问泽伦斯基，我给你武器能不能打到莫斯科？我认为川普会问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让。川普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他不敢公开讲，不敢公开讲，但私下一定有问哦。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美国跟乌克兰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贸易，美国跟这个俄罗斯没有什么特别贸易而已。我记得有一次到纽约，几年以前呢，我特别在纽约很热闹街上的一个俄罗斯餐厅，我想去看看到底俄罗斯在美国一进去看都是俄国贵妇，干嘛？鱼子酱，还有呢这个 vodka，伏特加，就这样，我靠啊，这吃这个东西，他们家就这些东西。俄罗斯有什么其他东西？有汽车吗？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电子什么3C 产品吗？没有嘛，所以他们之间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贸易了哈。那普丁今天是这样讲的啊，普丁是说。我提出4个条件，都乃至讲的一些，北约不可以东扩，对，乌克兰要非军事化，对我乌克兰说俄语的人要保护，是他们现在因为很多年前就开始压迫着说俄语的人，乌克兰是宗教的原因，还有这个语言就压迫着俄罗斯人，所以呢，他说你要保护他们，不可以压迫他们。第4个呢，乌东我占有的地方要给我。那普丁说我这4个条件，你这个川普跟泽伦斯基都没有很认真的来考虑，根本没有听我讲嘛。你们光叫我和谈，我这个条件你们同意不同意都没有讲啊，所以你们根本没有诚意啊。所以怎么样，继续打。那如果说将来这个美国卖武器，经过北约付钱卖给乌克兰什么这个爱国者飞弹等等，如果真的或是说真的去攻击莫斯科的，莫斯科会束手就擒吗？你自己想想看，你会怎么样？战术核武就出笼了。对啊。我就战术核武出笼了，不是那种战略性核武，战术比较小规模的核武出笼，能不能要什么？你们要搞这东西吗？休息再回来。好，黄仁勋NVIDIA 黄仁勋说呢，可以向中国销售 H20晶片。这个 H20晶片呢是比较低阶的，就专门为中国去设计的所以美国现在不准
他原来应该认为可以，他就答应川普在美国要投资几千亿啊，在白宫吃饭啊，一大堆认为可以，结果川普还是不行。但是呢，说现在可以了，准官方批准了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他是说这是只有第4级，并不是最高级的，所以呢，中国还是要依赖美国的技术的哦。黄仁勋当然自己吹牛了，是说他去这个说服川普啦。怎么说服的呢？就是说，第一个，未来几年中国大陆有500亿美金的市场，你都不要吗？你不要就拱手让别人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今天给他这个晶片，他就靠我了；我不给他，他自己发展了，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所以我给他，他靠我，而且以后我说断就给他断了，他就受我影响了。那我就想说，中国那么笨吗？对不对？不，他已经经过这次的教训，他不会去发展。他现在买你的是抢购你，因为他现在没有嘛，强买，但他一面买你，他一面还是会去发展的，他就永远被你捏着脖子。但黄仁勋是这样去说服川普的，那川普也没那么笨，只是其实并不是他们两个，并不是黄仁勋的功劳了。财政部长讲了，是因为中美他彼此之间的条件都谈好了，所以中国在6月的时候这个外销的这个稀土量非常的大，就给你稀土了哦。那这个。他们是说呢，要避免，另外就避免华为做大，就是你美国卖，那华为做好以后，不都跟华为买吗？啊、意思是这样，把市场拱手让人。美国商务部长讲的最好笑，让他们中国大陆上瘾，对，上瘾以后非买我们不可了。芬太尼哦，上瘾啊、所以这都是自我安慰，反正我要卖你，我可以有100个理由卖你。我不卖你，我可以讲100理由不卖你，对不对？现在要卖你，以前说不行，卖你的话要助长他的这个军工业，现在卖你就上瘾啦，你非靠我不可啦，哦，要他们上瘾啊、哦。当然你可以这样讲了哈。那另外呢，所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说，辉达20的解禁是谈判筹码，是美中的这我相信，它是一个大的 picture， 一个大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条件了，并不是。你只是大谈判里面的小谈判而已了哈、哦。那台积电因为台积电攻击 NVIDIA， 所以台积电今天也涨了20块哦。那这个原来这个辉达说4兆美金的市值了，说可能到了5.9兆哦，的确是因为市场就卖了嘛，卖东西嘛，当然就这个市场股票就涨价嘛哈、哦。那另外的说，很多中国企业赶快去订了，对，你现在开放赶快订，明天川普会怎么变你也不知道，搞不好两国又看不好了。哦，市场上涨5.7兆，那个时候呢，这个几年以前他们就跟我讲说，哦不得了了，这个辉达将来有可能是变成上兆美元，现在何止上兆，现在已经4兆了，所以将来还有5.7兆啊，哦，那英国还是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共军哦趁机哦就壮大了，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这个晶片嘛，所以你现在给他，他就先壮大嘛，要将来怎么发展那再说，但是现在先买你的晶片啊。哦，那另外呢，这个10个最有钱的国家，10个高所得国家是哪些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南韩、西班牙、瑞典、英国，10个有钱国家对美国跟中国的好感的比较，以前都是对美国好啊，美国好朋友啊，亲美啊，结果美国大跌，现在对美国的好感度呢，现在只剩下35%。中国以前是不好的，你看这都是什么21啊，一下到了32%，就美国跟中国已经接近了。就是美国原来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好朋友你要对我好一点嘛。我们好朋友你不但对我不好，对不对？你还这样搞我。日本就是啊，日本觉得我跟美国这么好啊，通通听美国的，外交人都听美国，就是对我好一点吗？川普说不买我的米，不买我的汽车，25%关税，就能杀你嘛。哦，所以这些国家一看哇，哦，这怎么回事？欧盟原来跟美国也不错啊，对不对？30%关税，连英国血浓于水。英国对美国贸易是逆差，是美国赚英国的钱呢，还是10%？啊，这钢铁什么还是这个给另外的关税？我看一下。第3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7月16号会在我背后这座展览中心举办开幕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将会出席。在活动前夕，黄仁勋开心地宣布 H20 晶片的禁令解除了。I'm announc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s approved for us filing licenses to start shipping H20s. Okay. And so we will start to sell H20s 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hipping H20s very soon. And so I'm very happy with that very, very good news.
美国政府在4月把辉达降规版 AI 晶片 H20列入管制清单，禁止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口。当时黄仁勋在受访时提到，禁令非常痛苦，辉达舍弃了150亿美元的营收。如今禁令解除，黄仁勋加码透露，公司即将推出新的产品。Is that we're also announcing a new GPU called RTX Pro. And RTX Pro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designed for computer graphics in digital twins and AI. 黄仁勋乐观看待辉达在大陆市场的发展，多档台厂半导体股也同乐。盘中台积电涨超过1%，刷下5个月波段高点。另外，辉达供应链中负责封测的晶圆店涨超过4%，散热股双红涨超过7%。辉达最新财报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年营收已经超过了170亿美元，占了公司总收入的13%。在美中 AI 技术还有晶片出口博弈升温之际，辉达首次亮相北京的链博会，积极展现稳固关键市场的企图心。辉达昨天一天股票就涨了快7块哦，4%多，哇！这黄仁勋这个可能很快就变成全世界首富了哦。来，国正兄，我觉得这样啦，这个当然跟川普的个性是有关啦。今天他讲的，明天他说的，完全马上会不一样，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我有一个看法，就是从马斯克跟他以前你侬我侬，到最后现在还自己要阻挡来反对他，就可以看到一夕之间呢，变成了是一个不陌生的一个过去的伙伴。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那好歹像我们台湾人就是讲究感情啊，你的选举有高帮忙，那我应该要怎么样？你看一夕之间说欢就欢，所以我是觉得，川普啊，到现在为止他的关税不是这样吗？全世界哪一个跟他友好的国家，他不是说翻脸就翻脸吗？所以我是觉得，川普本来他就是商业头脑、个人主义、美国利益为主。那讲快一点，如果打仗的话，他是把人家西北料啊，所以这种做法，说实在的，很难捉摸川普他。那过去不是讲，这个能源啦、AI 啦这个晶片啊不是骂中国对岸不是骂得要死吗？那现在为什么要开放？这个川普的个性就是这样，今天卖给中国晶片。明天搞不好又不卖，所以这个随时面临这些挑战。那以现在的情况来讲，我看黄仁勋他自己本身，其实他从来没有跟中国那边有所杯葛或有所感情不好，人家从头开始，他是始终对他一个做晶片的生意人，他永远都跟中国是一个和平共存的，所以我是觉得他去北京这不意外啊。当然也不是完完全全是你川普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这个人家辉达自己本身也有他经营企业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啊，算起来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川普赢，黄仁勋也赢，但是中国也是赢，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啊，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要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美国不能完完全全都是靠他的。现在如果跟对岸的关系、美中关系和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更不能变成一个什么？变成美国的棋子。这个特别真的要呼吁我们的政府要未雨绸缪。不，你看黄仁勋是他典型的生意人嘛，哪里有钱哪里赚啦。对，美国有钱美国赚，台湾有钱台湾赚，大陆有钱台湾大陆赚，做生意本来就这样嘛，左右逢源，他就是这样子。来，佩君。其实之前就有很多的网络评论说现在大陆的这个科技发展的量能不在欧美国家之后，那它有很多的先进技术跟产品那不会因为欧美对它禁运，然后就没有办法实现或者是大规模的落后，那反而有可能在这个未来的几年之内，很快的他们就去产制自有的产品，然后即使这个品质可能未必马上可以追上欧美国家生产甚至台湾生产的，但是绝对是堪用，而且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可能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低价，所
所以在市场的这个竞争上面，可能未来会是它的优势。那所以以这样子长远的发展，它在满足自己国内的需求之后，反过来还有可能去竞争国际市场。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态度，与其坚壁清野，然后你会变成逼迫它去加快它研制的这个脚步，然后可能会出来世界上的这个市场跟你去抢订单。那也许他们就会去思考另外一条走势，是不是说我去拿捏这个进度？那有一些数量的这个晶片去卖一点给他，那有没有机会就放缓他去这个追赶技术的脚步，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国内美国国内企业赚到他的钱，然后用这个赚来的钱继续去投入研发，变成会是一个让技术实力持续领先中国大陆的一种循环。那我想以上这个说法大概就是辉达过去几个月会去对美国政府的游说跟论述。但就像这个赵大哥刚刚说的，白宫也会有自己的算盘哦。那因为毕竟川普说到底，他最核心的思想还是本国至上，而不是反中到底。所以理性的盘算来说，确实是有可能做出这个在晶片的售出些许让步的这个决定哦。那除此之外，我相信还会有一些这个国内比较阴谋论的说法，会说这个美国如果在晶片生产之后，除了设计逻辑之外，有可能会植入一些这个只有美国国安机构知晓的后门。那如果是以这个思维逻辑去判断的话，与其是全面逼中国大陆这个晶片自产自用，还不如说美国啊就卖一点给他嘛。那还有可能埋下了这个伏笔，临到关头的时候，也许会派上用场。基本上了哈，就我觉得黄仁勋讲的话也可以听一听，有些还是值得我们参考了。有一点听得我有点紧张了哈，他就说他说服美国是说，全世界研究 AI 的人才，中国大陆占一半50%，那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不是要变成 AI 大国吗？未来这 AI 以前是这个所谓晶片大国哦，护国神山，那现在变成 AI 大国，人才啊，这个都要靠人才来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晶片能够赢？你看他那个这个造山者啦，或者看他们当时那些书就讲，因为他们派人到美国去实习，发觉美国做晶片的工人呢都是小学、中学毕业，老美嘛，我们派去的就是大学研究所。所以人家开始良率可能60%，我们寄回来良率就90%，为什么？你都是大学研究所毕业生，他们小学、中学的工人，你做跟他做怎么会一样呢？对吧？你当然是比较厉害嘛。所以人才是最重要的。哦，台湾以前人才都到这个晶片啊、半导体这些去了。那 AI 如果大陆占全世界的一半，那台湾怎么办？台湾要不要急起直追？这我们要认真思考的。休息一下再回来。